直了，拉直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注意看，退役特种兵擂台使出罕见倒立十字固，眼前一幕直接吓坏现场裁判和解说。他就是有着金刚战警之称的樊荣，来自中国辽宁锦州，以是大力沉的重拳闻名于拳坛，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出色，战斗风格十分硬朗。目前是中国 MMA 大级别选手当中最能打的那一个。就在樊荣在国际擂台越战越勇之际，樊荣迎来了他职业生涯最强劲的对手，他就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哈萨诺夫，绰号狼王。15年的比赛经验让哈萨诺夫内心充满了信心，为了来到中国报名参加比赛，不惜放弃了在塔吉克斯坦夺冠的机会。对樊荣来说，这场比赛非常艰巨而又困难，赛前还时不时拉肚子，话就不多说了。来，让我们欣赏一下樊荣是如何跨越山河大海成就自己的。从部队出来以后的樊荣败在了江龙云门下，受到江龙云的教诲，樊荣获得了很多启蒙和启发，尤其是在地面缠斗技巧当中，哈萨诺夫未必是樊荣的对手，年龄身高臂展樊荣都略占优势。然而哈萨诺夫只是占据了一个比赛经验丰富的优势。回合一开始，俩人表现的都还算比较拘谨。上来之后主动的要压制对方。樊荣在场上的擂台解读能力很好，对，他对自己处在一个什么状态，应该怎么做，心里面很清楚。樊荣呢，今年是25岁，身高是1.83米，臂展呢是1.85米，而他的对手索勒哈今年已经29岁，1.78米的身高，1.77米的臂展。我感觉索勒哈的战力也一般，刚才的扫踢感觉非常的犹豫啊，有一些软，机会直接的进入地面，注意力他还比较集中。对。樊荣一个出其不意打了哈萨诺夫一个踉跄，其后樊荣趁势出击，直接拿到了哈萨诺夫的头部。不过哈萨诺夫这个家伙毕竟拥有超过15年的比赛经验，即便是樊荣使出了全身力气，都无法把哈萨诺夫带入到地面缠斗。看来樊荣这一次是真遇到了一个硬茬。斜拉过来，摁倒齐乘连续砸击，对方的地面技术看来是一般的，没错，但是力量不错。对啊，樊荣做了身体三角，脚上的扣搭好了，但是这个裸脚应该没了。樊荣的左手不能抽，对，好拿背了。刚才是其实差一点掉了，哎，又一次进去，这个不行，没有，不行，太前。樊荣要调整一下自己胯部的位置。击打对方的腹部，对手还是在还击。拿到绝对优势位的樊荣却无法实施有效进攻，哈萨诺夫的手臂一直在限制樊荣。总体来说，樊荣还是略占比赛优势。樊荣已经把胯调整过来了，我觉得可以找机会了，有机会。胯还需要往自己的左上侧再移一点。直接升腰了，升腰。忍无可忍的樊荣直接使出裸脚，试图把哈萨诺夫的脖子勒断。樊荣的心还是太着急了，不仅没有实施成功，而且还给了哈萨诺夫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完全处于防守状态的哈萨诺夫很顽强，即便是被樊荣压着打，照样可以做出相应的防守姿态来与樊荣进行抗衡。不够，差一点的时候这角度就少了，力臂差一截。樊荣现在就是要生吃对手了。不断的给对手砸击啊，想破坏他的节奏，然后找着机会就开始往里打扣。樊荣这个时候应该就常规来说，应该是往自己的一侧去倒。如果对方把体重放在你身上是不容易的啊。齐乘被对方翻了，被翻了。挣脱束缚的哈萨诺夫非常勇猛，拿着重拳就开始往樊荣身上打。要不是樊荣躲得及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刚才那个地面砸拳，我感觉一身冷汗，真是啊，差半寸。对。属于在这个空中啊，加上重力加速，直接一个拳落下来。对，刚才其实樊荣是，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不舍得的刚才那个位置？对。现在呢，两位选手又重新的投入到第2回合的比赛。第2回合刚开始，樊荣就率先出击，结果被哈萨诺夫打个正着。惊慌失措的樊荣并没有放弃对哈萨诺夫发起进攻，而是用重拳逼近哈萨诺夫，
试图用蛮横不讲理的重拳打开一道口子。内围缠斗期间，两人几乎是打得有来有回，不分上下，动作舒展程度非常好。哇，就是巨兽之战的感觉。是上高，反正中了。反正的后手抡得太大了，这个。尝试下前抱摔的樊荣不仅没有拿到优势，还被哈萨诺夫压在了地面上。不愧是塔吉克斯坦的世界冠军，地面缠斗也好，站立对拼也罢，哈萨诺夫的表现都比较出色。反观樊荣，虽然被压在了地上，但樊荣并没有让哈萨诺夫拿到过多的点数优势。樊荣可能还是要做。樊荣在场上打，我发现他也是一特执着的人。对，就选择完之后必须得尝试有点效果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胯再往外挪一挪。是，现在的这个位置等于把自己箍在地面上是做不成的。对，这没有发力的这个空间。当然了，对方的力量也很大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到。要勾，找机会。做三角，胯太远了，中了一拳。还想往上翻十字锅，我们看十字锅。长时间的地面缠斗让樊荣找到了机会，虽然十字固被哈萨诺夫破解，但樊荣又实施了一招三角脚。不幸的是，哈萨诺夫又一次破解了樊荣的锁技，被压制的一方浪费的体能非常迅速，试图挣脱束缚的同时，还要寻找机会对哈萨诺夫做限制动作。你看，应该是有一位选手的护齿掉了，但是应该是俄罗斯选对。哈萨诺夫的哈萨克斯坦这位选手，哈萨诺夫掉的，樊荣现在是找机会布置，把腿又放上去了，很软，三角脚，但是那个手是可以转十字固的，樊荣盘腿能不能有啊？又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樊荣想做象臂防守，把腿直接伸过去，是往外拽，樊荣。这个典型的象臂防守的布置，我们两个人体能消耗都比较大，是两个人体重啊就在那放着呢，所以说呢，上高。樊荣貌似对地面缠斗特别执着，不过哈萨诺夫的反应能力十分迅速，结果樊荣又一次被放倒在了地上。虽然上一回合樊荣一直被压在地面上，但樊荣会时不时对哈萨诺夫实施一系列锁技，可别忘了，樊荣可是缠斗系选手，在地面缠斗这一块还没服过谁。樊荣现在想做手臂吗？小心。逃回了半防，但一直以来，樊荣即使拿到了开放式防守或者蝴蝶防守，对方的这个对于缠斗技的防守还是很严密的，一直的我们看到樊荣多次呢想布置战术，并且呢也是有机会的，但是对手呢都是破了樊荣的这个布置，对，提前预料到了。樊荣现在的动作要怎么做？那我们看，其实进入到地面之后，他的进攻方式倒是一般，防的还行。樊荣回到开放防守，我们看要怎么做？要做下劈了。回到全防守，小心啊！对方地面砸拳很凶的。是。拳防正好给对方一个测量距离的尺子。对，反正在这个位置，我只要抡拳，一定能打到你。缠斗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樊荣终于找到了实施锁技的机会，一记兼顾让哈萨诺夫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不过樊荣所实施的锁技都是半成品，并不能直接威胁到哈萨诺夫的生命安全。一旦哈萨诺夫放松警惕，那么极有可能会被樊荣寻找到机会，从而把半成品的锁技升华成完整的锁技把位。这脚上的扣没搭住。又要站要抡了，樊荣小心！看，这是做好的准备了啊！你看又一下哦，这个还是刚才你那句话，这也就是樊荣这体格啊！哎，又要蓄力了，樊荣小心！还好，那是一个佯装蓄力。对。这个很容易对拳头造成比较大的伤害，那个力量太大，对，力量太足。哎呦，小心，应该是没有。
这么糙的缠斗技术，我觉得繁荣不会中啊。繁荣已经这个大量的时间在被对方压制。对，蝴蝶扫没成功。看似哈萨诺夫挣脱了蝴蝶扫，实则是上了繁荣的当。后边还有一个十字固在等待着哈萨诺夫。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最后的10几秒，繁荣创造了奇迹，创造了历史，成功在比赛结束前扭转了战局，逆转。经过艰难的地面缠斗，繁荣手臂十字固降服对手获胜。哇，没想到，对我们看到是索罗哈在一个压制的状态，但是最后繁荣找到机会，直接一个十字固。从慢动作中可以看出，这是一次力量之间的较量。可惜哈萨诺夫输了，毕竟在下方位的繁荣比较占优势。至此，繁荣又一次完成了一次逆转。这一次胜利离不开的运气。俗话说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到这里，比赛暂时需要告一段落。感谢大家的收看与支持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